哑巴和人贩子达成了一项口头约定，只要支付100万，并且再搭上一个腰子，对方就会在3天内为他姐姐找来一颗匹配的肾脏。可当手术过后，哑巴却震惊地发现，之前的人贩子竟早已不知了去向。他这才反应过来，原来对方根本就没打算履行承诺。而更让人感到崩溃的是，回家后的第2天，他突然接到了医院的通知，姐姐苦等了1年之久的肾源，终于在今天匹配成功了。这本该是件喜事，但哑巴却一点也笑不出来，因为原本用来治病的钱已经被人贩子骗了个干干净净。他知道这件事肯定瞒不住，便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女友。听到哑巴被骗光了积蓄，英子立马追着他就是一顿暴打。然而发泄归发泄，当务之急还是要先解决手术费的难题，因为姐姐的身体状况恐怕已经撑不了多久了。可现在再去赚钱肯定是来不及，而想要借到100万更是痴人说梦，所以他们唯一能想到的办法就只有去抢了。为了把风险降到最低，英子提议绑了男友老板的独生女，对方家里根本不缺这100-200万，报警的概率自然就比较低。等赎金到手之后，他们再神不知鬼不觉地将女孩送回去。如此一来，这件事就算是彻底解决了。然而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快，就在2人准备动手那天，一名中年大叔的出现竟意外打乱了英子的计划。男人和哑巴一样，都是刚刚被老朴辞退的员工，由于家里失去了唯一的经济来源，不得已才拦下老板的汽车，想要从对方这里得到更多的补偿。看着不远处纠缠在一起的几人，哑巴立马就打起了退堂鼓。他怕绑了女孩之后，赎金还没到手，就因为刚刚离职的缘故被警方怀疑并抓捕。英子觉得男友的担心不无道理，于是连忙对之前的方案做出了调整。当天下午，2人故意带着重病的姐姐来到老朴家楼下散步，欢快的歌声很快就引起了女孩的注意。英子编了个谎言，说小优的母亲发生了车祸，由于医院这边离不开老朴，所以就把女儿特意托付给哑巴来照顾。不明真相的姐姐和小优自然是没有任何怀疑，而哑巴则是抓住机会，立马展开了行动。他先是故意惹哭小优，随后追着对方拍下一张照片。当天晚上，这张照片便和勒索信一起被匿名送到了老朴手中。盯着照片看了许久，男人一时间有些接受不了女儿被绑架的事实，和英子想的一模一样。为了孩子的安全着想，老朴竟真的没有选择报警。按照短信的要求，他一路辗转，最终来到一处人迹险至的山顶，放下装满赎金的手提箱，死死捂住自己的耳朵。而早已等在这里的哑巴，也终于迎来了最紧张的时刻。2小时后，哑巴带着赎金回到家中，久违的笑容终于再次出现在他的脸上。可就在他陪着小优玩耍的时候，女孩却突然递过来一张纸条。哑巴打开一看，上面赫然是姐姐的遗书。原来他在洗衣服的时候，竟意外发现了哑巴被工厂辞退的凭据。他连忙给学校打去电话，结果却得知弟弟早已辍学半年之久。再联想到突然住进自己家的小优，女人立马意识到一定是弟弟绑架了对方。为了防止哑巴铸成大错，她决定用自杀的方式为这一切画上终点。当哑巴冲进厕所的那一刻，映入眼帘的是姐姐那早已冰凉的尸体。悲哀的是，身为一个聋哑人，他甚至连放声大哭的能力都没有。当天晚上，哑巴开车载着姐姐和小优连夜赶往2人长大的地方，因为他曾答应过姐姐，等对方去世的时候，一定会将她葬在那条最爱的小河旁。年幼的女孩似乎意识到了什么，悲伤的情绪也在她的脸上肆意流淌。当天边泛起鱼肚白，哑巴终于带着姐姐回到了故乡。他打算安葬好对方之后，就立刻将小优和赎金送回去。然而谁也想不到的是，一场厄运很快就会降临在女孩身上。迷迷糊糊中，小优隐约感觉到有人在拉扯自己的项链。惊醒之后，他连忙将趴在车窗旁的傻子赶走。看到哑巴就在不远处，女孩本想跑过去找他，殊不知这条清澈的小河将会成为他生命的尽头。当哑巴捞起小优的时候，女孩早已失去了生机，望着眼前的一幕，她的眼神中写满了迷茫与无力。但最迷茫的还要数小优的父亲老朴，他怎么也想不通，自己明明交了赎金，对方为什么还要杀人？警长在案发现场对老朴进行了简单的问询，可即便他绞尽脑汁，也猜不到自己到底得罪了什么人。尸检过后，小优的遗体被推进了焚化炉。看着面前的熊熊大火，老朴暗暗发誓，他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让凶手血债血偿。由于在案发现场意外听到警长需要100万给孩子换肾，因此老朴毫不犹豫地掏出这笔钱，只为让对方尽快查清绑匪的下落。在金钱 buff 的加持下，警长果然没有辜负他的期望。利用从小优遗体上发现的纸条，警方很快就找到哑巴的住处。遗憾的是，对方在姐姐去世后就从这里搬走了。但等到警队收工之后，老朴却在独自搜查的过程中有了重大发现，因为绑匪寄来的那张照片竟然和房间里的壁纸一模一样，所以几乎可以断定之前的租户
一定就是绑架了女儿的元凶。就在老朴琢磨着该如何找到对方时，隔壁房间传来的电台节目声突然引起了他的注意。原来哑巴由于不能说话，经常将自己心里想的画下来，最后再配上文字一起寄给电台。可正是这个习惯，却为老朴找到他埋下了隐患。火速赶到电视台后，他从女主播的手中拿到了哑巴的投稿，对方的画作也再次印证了他那杀人凶手的身份。第二天上午，老朴回到案发现场，怎料竟在搜寻线索时偶然碰见了那个傻子，而对方脖子上挂着的项链瞬间就引起了他的注意。他连忙拿出女儿的照片比对，两者果然一模一样。老朴从傻子口中问出了哑巴开的车型和颜色，随后他将所有线索交给了警长。其实傻子并没有看起来那么傻，他只是患有小儿麻痹罢了。现在案件有了重要突破，老朴相信用不了多久，警长一定能找到凶手的行踪。与此同时，英子正在一条条拨打从医院厕所里记下来的电话。由于所有悲剧的起点都是从哑巴被骗开始的，因此他必须要让那几个人贩子付出血的代价。皇天不负有心人，通过几天的努力，英子顺利找到了那个犯罪团伙。他把对方的具体地址告诉了男友。那么接下来，哑巴也终于迎来了复仇的时刻。Double kill. 在哑巴报仇的同时，警长也没有闲着，他已经查到了对方现在的住址，并将消息告诉了老朴。此刻英子根本没有察觉到危险的临近，他听到门铃声，还以为是外卖到了，于是便毫无防备地起身去开门，殊不知自己接下来的遭遇可比人贩子好不了多少。制服英子之后，老朴从包里取出一台大号充电宝，他撩起女孩的头发，舔了舔对方的耳垂，接着将一枚铁夹子夹到他的耳朵上。他问哑巴去了哪里，但英子却一个字也不肯说。于是愤怒的老朴便毫不犹豫地转动了开关。刚开始他还有些于心不忍，但想到惨死的女儿，复仇的信念瞬间又变得坚定无比。由于充电的次数实在太多，英子的肉体和精神早已到了崩溃的边缘，但他还是警告老朴，自己其实是恐怖组织的核心成员，一旦自己遇害，组织上一定不会放过老朴。然而男人根本没把这句话放在心上，他看着女儿临死前留下的照片，再次打开了充电宝的开关。当警方赶到现场的时候，英子早已失去了生命体征，但在警长的掩护下，谁也没有怀疑拥有明显作案动机的老朴。此时大仇得报的哑巴终于赶了回来，从吃瓜群众的交谈中，他很快就得知了英子被害的消息。于是哑巴急忙从楼梯爬上顶楼，这样他就能装成路过，再见上女友最后一面。哑巴明白杀死女友的一定是老朴，于是他直接来到对方家门口，想要跟他来个鱼死网破。可他从天亮一直等到天黑，对方却始终没有出现。由于女友的住处肯定被警方封锁了，无家可归的哑巴只好先回到之前的出租屋再做打算。但他万万没想到，回来之后竟发现房间里亮着灯，透过窗户更是赫然看到了杀害女友的老朴。进门之前，哑巴想好了无数种搏杀技巧，唯独没想到的是，这其实是对方设下的陷阱。老朴将被电晕的哑巴拖进房间，本打算直接杀了对方，但又觉得这太便宜他了，于是便将哑巴带到了女儿遇害的那条小河。他捆住对方的双脚，将其拖到河中央。哑巴害怕极了，他不知道老朴接下来将会怎么对付自己。잠깐만 인간가 나 죽인 거 이해하지? 哑巴想要道歉，想要求饶，但面对一个失去女儿的父亲，无论他怎么做都只是徒劳。片刻之后，哑巴突然感到脚腕处传来一阵钻心的疼痛，紧接着他就站立不稳，大口大口地开始呛水。老朴看着面前逐渐停止挣扎的哑巴，内心里百感交集。这一刻，他忽然回忆起女儿火化的那个夜晚，那时的他真的分不清到底是幻觉还是小优的魂魄回来了，因为两人拥抱的那种感觉实在是太真实了。아빠, 수영 좀 일찍 가려고 그랬나 봐. 现在老朴终于用溺水的方式杀了哑巴，但不知为何，心里竟没有一点复仇后的快感。他在河边挖了一个土坑，想要将哑巴就地掩埋。然而就在这时，不远处却突然传来一阵汽车的轰鸣声，随着车子缓缓停在跟前，老朴脸上的表情也变得愈发凝重，因为对方几人显然是冲着自己来的。在确认了目标的身份后，他们没有一句废话，一人一刀直接将老朴捅成了筛子。此刻就算他再蠢，也该想到对方就是英子口中的恐怖组织。
随着锋利的匕首扎进心房，老朴也即将迎来生命的终结。我想这个结局对他而言，其实不失为一种解脱。身为一名父亲，他亲自审判了害死女儿的元凶。虽然这么做并不能改变什么，但老朴总算是给了自己一个交代。如果来世还能跟小优成为父女，他一定不会让这种悲剧再次发生。好电影百看不厌，我是亨利，我们下期再见。